开始之前，先更正一个标题问题。上一集108的夏季预告卡写错了，柏林篇其实还有最后一集没有讲完，也就是这一集，柏林第4集，1750到1766。好，现在回到正题，1750年的柏林，1750年柏林，科尼西案还没有爆发，阿卡基亚还没有写出来，莫佩尔蒂仍然稳坐柏林科学院院长的位置。这一年，欧拉43岁，他坐在书桌前，还不知道自己正在进入一段极少见的高密度创造期。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启动了3个完全不同的数学方向，而这3个方向会在未来200年里深刻改变数学、力学和工程世界。1750年9月3日，欧拉向柏林科学院提交论文《力学新原理的发现》。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次系统写下钢体运动方程，这是第3条线，钢体动力学的起点。同年11月14日，欧拉给老朋友哥德巴赫写信，信里出现了一行非常简洁的等式，顶点数减边数加面数等于2，这是第1条线，多面体公式的起点。继103的柯尼斯堡七桥之后，这是拓扑学的第2粒种子。1752年，欧拉又向柏林科学院提交流体运动原理，讨论流体运动的基本方程。1755年，他写定更完善的版本流体运动的一般原理。1757年发表，这是第2条线，也是现代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和天气预报方程体系的源头之一。多面体、流体、钢体3个新领域，在1750到1752这3年内相继启动。随后他们又在10余年间并行推进，直到1765年前后逐渐定型。这一集我们讲的就是这场安静而持续的数学风暴。1753年，柏林科学院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莫佩尔蒂因病逐渐退出，伏尔泰在1753年3月离开柏林，科尼西与欧洲学术圈的关系也已经高度紧张。欧拉留了下来，所有的担子几乎都压到了他一个人身上。学院的日常运转越来越依赖欧拉一个人支撑。从表面看，这是负担，但从研究上看，也有一个隐蔽的好处：没有院长持续干预，他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早在1750年的那个秋天，就已经分成3条线铺开。3条线推进的过程中，1755年8月，一封信从都灵寄到柏林，寄信人是108末提到过的年轻数学家拉格朗日，他描述的变分算子法，把变分法从几何构造推到了算子语言。欧拉9月6日回信，明显被震动了。这条接力线我们在108已经讲过，11年后拉格朗日会接班欧拉。这里只补一笔，1755年的欧拉收到这封信时，他正同时在推进钢体方程的随体坐标系，写流体方程的最终稿，准备多面体公式投稿圣彼得堡。3条新线加1条接力线，全部在1755这一年交叠。但1755年的欧拉并不只是在和拉格朗日通信，他同时在整理流体方程的最终稿，改进钢体方程中的随体坐标系，并准备把多面体公式投稿到圣彼得堡。3条线并不是先后完成，而是在同一个时期内交错推进。我们先从最早出现的那条线讲起，1750年11月，欧拉写给哥德巴赫的那封信。1750年11月14日，柏林，欧拉写信给老朋友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也就是103里巴塞尔问题最早的接力者之一。信里出现了一行非常简单的等式，顶点数减边数加面数等于2，这是这个公式第一次进入数学史。继1734年巴塞尔问题中的派的平方除以6之后，欧拉又一次写下了一个看起来不应该如此稳定，却确实稳定的恒等式。这个公式说什么对于任意突多面体，顶点数 v 减去边数 e 再加上面数 f， 结果恒等于2。它不依赖具体大小，不依赖角度，也不依赖形状是否规则，
只要它是凸多面体，这个数就是2。先看四面体，它有4个顶点、6条边、4个面，所以顶点数减边数加面数等于4减6加4，结果是2。再换一个立方体，8减12加6等于2，剩下8面体、12面体、20面体，结果也都是2。5种多面体形状各异，但这个组合恒等于2。1751年，欧拉在柏林科学院宣读论文《多面体理论要素》，但这篇论文最后并没有发表在柏林，而是发表在圣彼得堡。1758年，它刊登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新评注第4卷，也就是说，多面体公式是在柏林写出的，却投向了圣彼得堡。这背后是欧拉特殊的双重关系，他在柏林工作，同时仍然从圣彼得堡科学院获得终身津贴。关键在于，这个2不是算术巧合，用现代语言说，它是一个拓扑不变量，也就是欧拉视性数。它与边长、角度、面积无关，而与整体连通结构有关。一个同胚于球面的形状，欧拉视性数是2，如果换成甜甜圈这样的环面，结果就变成0。欧拉自己的证明是把多面体砍掉一个面，然后展平成平面图形。这个思路非常有洞察力，但在现代标准下还不够严格，因为它依赖切割和展开的几何直觉。后来，勒让德在1794年用球面几何给出了更严格的证明，柯西在1813年给出了我们今天教科书里讲的那种简化版。到1895年，庞加莱的位置分析才真正建立现代拓扑学的语言。欧拉写下公式时，代数拓扑还要等100多年才会出现，所以1750年的这个简单等式，后来通向了一个全新的数学世界。从黎曼关于曲面的研究，到庞加莱的基本群，再到20世纪的代数拓扑，甚至到佩雷尔曼在2003年前后完成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这条线都可以回望到欧拉的公式。欧拉当时并不知道顶点数减边数加面数等于2，这型式子会延伸到多远，但数学史经常如此，一个稳定而简洁的关系往往意味着一套新的结构正在显现。第2条线启动于1752年8月31日，欧拉向柏林科学院宣读流体运动原理，欧拉编号 E258。问题很直接，流体究竟怎样运动？牛顿力学擅长描述点粒子，但水、空气、油不是单个点，而是连续介质，每一个位置都可能有速度，每一点又通过压力与邻近区域相互作用。几年后，欧拉写定更完善的版本流体运动的一般原理，1757年正式发表。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给出完整的流体运动偏微分方程组。此前达朗贝尔已经提出过一维波动方程，但欧拉做的是把每一点的牛顿第2定律与质量守恒组织成了一个耦合的系统。顺便提一句，那篇1752年的早期论文因为7年战争和学院财政紧张，延迟了将近10年才印出，这是当时柏林的常态。第1条核心方程是无粘性流体的运动方程，它表达的是流体中每一点的加速度等于单位质量所受的合力。公式留给画面看，这里只讲含义，压力差和重力一起推动每一个流体微圆加速。当流体在流动，自己挤压自己，加速也会因此变化，这就是欧拉运动方程的物理图像。顺便提一下，偏导符号是勒让德在1786年才引入的，欧拉本人使用的是更长、更文字化的表达方式。第2条核心方程是连续性方程，也就是质量守恒。流体被压缩或扩张时，密度的变化必须和速度场的散度相互配平，这是把质量不会凭空出现或消失这件事写成了一条连续介质的局部约束。直觉上，欧拉做的是把牛顿第2定律从离散点粒子推广到连续介质，每一个微小体积元都服从力学规律，但相邻体积元又通过压力相互耦合，因此
整体行为不再是一组孤立的长微分方程，而是一套耦合的偏微分方程。视觉上可以把它做成速度场和流线的动画，先显示每一点的速度向量，再显示流线如何绕过障碍物，最后加入涡度分布。一个均匀流场遇到障碍物后，流线弯曲，尾部出现涡旋结构，这时观众能直观看到流体不是一条线在动，而是整个场在演化。1757年之后，纳维在1822年，斯托克斯在1845年加入粘性项，形成后来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现代流体力学最核心的方程体系，就是在欧拉方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出来的。这条线的现代影响非常广，机翼绕流、天气预报、大气环流、气候模型、心血管血流、火箭推进、海洋洋流都离不开流体方程。今天我们看到的台风路径预测背后的数学语言，仍然可以追溯到欧拉在1755年前后写下的连续介质力学框架。第三条线也从1750年开始。9月3日，欧拉向柏林科学院提交力学新原理的发现。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次系统处理刚体运动方程。也就是说，在多面体公式出现前2个月，刚体动力学这条线已经启动。刚体和流体正好相反，流体的每一点可以相对运动，刚体内部各点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但刚体整体可以旋转、翻滚、进动和张动。欧拉面对的问题是怎样用方程描述这个整体的姿态和旋转。1752年力学新原理的发现发表在柏林科学院论文集第6卷。1751到1758年间，欧拉持续改进这套理论。1751年，他引入随体坐标系，也就是把坐标系固定在刚体本身上，从而使方程显著简化。1758年，他进一步使用惯量主轴，使方程可以分离。同年，他还使用并推广了现代意义上的转动惯量概念。相关工作发表在柏林科学院的关于刚体力学认知的研究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工具就是欧拉角，任意3维姿态都可以用3个独立角参数来描述。先绕原来的第一坐标轴转第一角，再绕新的第二坐标轴转第二角，最后绕新的第三坐标轴转第三角。3个角度就可以确定刚体在空间中的姿态。视觉上可以用陀螺旋转动画，实时标注3个角的变化。关键方程是欧拉刚体方程。第一句，角速度对时间的导数，经过惯量张量作用，加上一项来自角速度自身耦合的非线性项。第二句，这两项合起来等于外力矩。第三句，把上面这件事写成一个紧凑的矢量长微分方程。这个方程描述刚体在外力矩作用下的角运动，它是非线性的，也是3维旋转动力学的基本方程。另一项关键结果是欧拉旋转定理，它说明刚体绕固定点的任意旋转，在每一个瞬间都可以看作绕某一条顺时轴的旋转。这个命题听起来接近直觉，但它背后是一条深刻的几何事实。后来，旋转群和理群理论会给出更抽象的语言，但欧拉已经在18世纪中叶抓住了这个结构。1765年，刚体运动理论在罗斯托克和格赖夫斯瓦尔德同时出版。这本书是欧拉15年刚体研究的系统综合，从1750年的初始论文到1758年的惯量主轴，再到欧拉角、旋转定理和刚体方程，最终被整理成一套完整理论。这套理论的现代应用非常直接，航天器姿态控制、卫星指向、陀螺仪、惯性导航、飞机与导弹的姿态稳定、机器人手臂、虚拟现实头部追踪，都依赖刚体运动的数学语言。后来的拉格朗日力学和哈密顿力学会重写整个框架，但欧拉角和欧拉方程仍然是基础。18世纪的柏林书桌与现代航天和机器人之间存在一条非常清晰的数学连续线。在3大主线之外，
欧拉还保留着一条重要的数论复线。问题很简单，对一个正整数 n 比 n 小且与 n 互数的整数有多少个？例如 n 等于10时，这些数是1379共4个。欧拉证明了一条非常漂亮的定理，如果 a 与 n 互数，那么 a 的这个数量次方对 n 取模，结果是1，这是费马小定理的推广。证明思路也很优雅，把所有与 n 互数的整数列出来，在每一个都乘以 a， 然后对 n 取模，乘以 a 是个一一对应的置换，所以乘完后还是同一组数，只是顺序变了，两边乘起来再约掉公因子 a 的这个数量次方就只能等于1。今天我们把这个数量叫做欧拉函数，但这个名字和符号是后来高斯引入的。2个多世纪后，欧拉这条定理成为公钥密码学的数学基础。同一时期，欧拉还回到了一个看起来像益智题的问题：国际象棋中的马能不能在8×8棋盘上访问每个格子恰好一次？欧拉的思路是拆分再拼接，先把8×8棋盘分成几块更小的方阵，在每块上先各自找局部巡游，然后用关键的几步把局部接成全局。如果起点和终点之间还能用一步马跳连起来，就叫闭合巡游。这种分而治之的思路，200年后在算法世界成了 divide and conquer 的早期形态。论文1759年写完，但因为7年战争，一直拖到1766年才印出。那时他已经回到圣彼得堡。这条线的现代后记很丰富，哈密顿路径、旅行商问题、芯片布线、路径优化都能在这类问题里看到早期影子。这些数学成果并不是在完全安静的书斋里产生的。1759年7月27日，莫佩尔蒂在巴塞尔约翰伯努利二世家中病逝。108中科尼西案的政治胜利者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最后阶段。欧拉接任科学院数学班主任，但腓特烈并没有把完整权力交给他。1756到1763年是7年战争，普鲁士对抗奥地利、俄罗斯和法国。柏林在1760年10月1度被俄军占领，科学院预算紧缩，论文出版严重延迟。骑士巡游论文1759年写成，1766年才印出，就是一个具体例子。与此同时，欧拉还被国王要求处理实际问题，包括弹道、运河、水位和保险计算，但他仍然保持着高强度的数学工作。战争期间，欧拉还有一项影响巨大的写作，写给一位德国公主的信，这是欧拉给一位德国公主的物理学和哲学通信，前后200多封信，通俗讲解光学、色彩、音乐、磁电力学，后来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是启蒙时代最受欢迎的科学读物之一。但腓特烈对欧拉的冷淡已经越来越明显，腓特烈更欣赏伏尔泰式的法语机智，而欧拉的性格朴素，直接缺少宫廷式锋芒。当时人的技术和书信显示，腓特烈曾多次戏谑欧拉的视力问题，性格不合，学术风格不合，加上拉格朗日这样的年轻数学家已经出现，1765年前后，欧拉离开柏林的条件逐渐形成。在这15年3线并行推进的同时，欧拉还有一条没有真正完成的线，月球三体问题，也就是太阳、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从1753年起，他试图给出更精确的理论，前后投入多年，直到1772年回到圣彼得堡后才取得阶段性成果。即使是欧拉，也会被一个问题长期困住，这个故事可以留给后面专门讲三体问题的一集。176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写信邀请欧拉回到圣彼得堡。她在1762年通过宫廷政变继承其丈夫彼得三世的皇位，成为俄国女皇。她给欧拉的条件明显优于柏林，高薪、住房以及对子女职位的安排，欧拉最终决定离开，但她没有简单地一走了之。他向腓特烈推荐拉格朗日接班，这个人正是当年19岁就写信给他的年轻数学家。与此同时，达朗贝尔也在巴黎写信游说腓特烈，最终腓特烈同意
拉格朗日在1766年出任柏林科学院数学班主任。变分法这条线也由此从欧拉正式传到拉格朗日手中。1766年6月，欧拉一家离开柏林，25年的柏林时代结束。欧拉59岁，视力已经严重衰退，但他在柏林这15年里打开的那3条线——拓扑连续介质力学、姿态动力学，会在未来200年里持续发挥作用。下一集E10，第2次的圣彼得堡之旅，1766到1783，欧拉回到圣彼得堡。1771年白内障手术失败，他几乎完全失明。但在生命最后12年，他的产出反而进一步爆发。1772年的梅森素数证明月球三体问题的系统版本和拉格朗日的通信，以及1783年前后的2次互反律猜想。失明没有终止他的数学工作，反而把他推向了生命最后阶段最密集。详细的数学推导其实在博客上都写好了，想看严谨证明的话可以去翻一下。